夜幕之下，某个海滨小镇上，年迈的船长胡子叔发现自己最近一直咳血不止，他觉得自己可能是染上了什么不治之症，即将不久人世。为了不让自己海贼团里唯一的成员，自己唯一的伙伴狗子瓦兹伤心，胡子叔大声训斥，将他赶走。但是瓦兹对胡子叔十分忠心，一直跟着他。胡子叔为了甩掉狗子，告诉他自己的船上不需要他这种年老的废物，还是赶紧散伙了吧。这时候有海兵路过，胡子叔听到他们在议论悬赏金3亿贝利的大海贼草帽路飞刚刚登陆了小岛，海军正在全力围剿他们。胡子叔告诉狗子，如果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，就去将草帽路飞的帽子抢过来，证明自己的价值。本来胡子叔是故意搞出这种高难度的任务来为难狗子，想让他知难而退，离开自己。没想到狗子居然很认真地开始了行动。第二天一早，桑尼号上就传来了路飞凄惨的尖叫声，最重要的是帽子不见了。路飞几乎把整个桑尼号翻了个底儿朝天，搅得大家鸡犬不宁。全团成员被迫停下手里的工作，帮路飞寻找草帽。乌索普突然想起来，在头一天晚上他起夜的时候，似乎看到一只很大的秃鹫从桑尼号上飞走，很有可能是他偷走了草帽。草帽团立刻展开秃鹫搜捕行动。山治驾驶迷你梅利2号载着罗宾·布鲁克率先出海，紧接着纳美骑着水上摩托车向另一个方向出发搜寻。水底下，乌索普开着鲨鱼潜水艇和乔巴一起由水下探索，大家兵分几路去寻找秃鹫和草帽。乌索普和乔巴一队率先有所收获，乔巴用潜望镜发现了一艘很小的海贼船，乌索普连忙驾驶着鲨鱼潜水艇浮出水面靠了过去。乔巴与乌索普在小船上发现了奄奄一息的胡子大叔，乌索普把大叔背了起来，带回到了鲨鱼潜水艇上。乌索普折回身子去关舱门，突然看到一个黑影掠过，再仔细一看，这正是那只巨大的秃鹫，他的嘴里正好就叼着路飞的草帽。乌索普立刻通报全团，偷走草帽的犯人找到了。草帽团其他人收到乌索普的消息后，各自调转方向，向乌索普这边汇集，围堵秃鹫。而桑尼号这边在半路上遭遇了海军军舰，弗兰奇启动桑尼号0号船坞的外桨，螺旋桨一开桑尼号立刻加速，很快将海军甩得远远的。秃鹫回头看了一眼草帽团众人，立马急速向前飞去。前面是一片冰川，秃鹫左转右转，故意将草帽团吸引到了冰川下面的洞穴里。草帽团也不思考是不是圈套，立刻加速追了上去。追了不长时间就来到了出口，但是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们刚刚从出口一露头，迎接他们的是一整个海军的舰队。海军们等候多时，看到草帽团出现，立刻发射炮弹攻击，猛烈的炮火轰打的草帽团措手不及。乌索普瞄准海军舰队的中间位置，一颗烟雾弹发射出去，在军舰舰队前爆炸。趁着海军被困住的时机，弗兰奇立刻调转船头，准备甩开海军，但是海军舰队很快就追了上来。路飞看准时机，一跃而起，在岩石群中来回跳跃追击秃鹫。秃鹰反应很快，甩开路飞他们之后，飞进了一个岩洞里。草帽团也立刻追了进去，但是海军的军舰却在这个时候停止了追击。原来据说那个岩洞里十分危险，进去的船基本上就没有活着出来的。草帽团进入岩洞后，发现这里水流十分湍急，很难控制船速和方向。桑尼号跃下一个小瀑布后，竟然追丢了苍鹰。这时水面突然一阵剧烈震动，一个巨大的乌龟从水中出来，张开大嘴就要咬向桑尼号。突然大家看到那只秃鹰从上空飞过，路飞直接一个橡皮弹射冲出去，抓住了秃鹰的爪子。草帽团追随秃鹰来到岩洞外面，惊恐地发现这里居然是海王类的巢穴，无数的海王类聚集在水潭中。秃鹰带着路飞在空中左右盘旋，把他丢到了一个海王类的嘴里。路飞气得直接给了海王类一拳，让他张开了嘴巴。这时候桑尼号发射风来炮，从海王类的群里飞出来，路飞则跳回到船上，跟着大家一起逃离。桑尼号上，胡子大叔慢慢苏醒，向乔巴讲述了自己唯一的伙伴瓦兹是一条吃了鸟鸟果实的狗，可以变成鸟在天上飞，就是因为自己让他去抢夺路飞的草帽，这才发生了这些事情。乔巴告诉胡子大叔，他现在所在的海贼船就是草帽路飞的船。胡子大叔惊讶的一下子从床上蹦了起来，跑出去找狗子。而此时乔巴看到有个金属物件从胡子大叔的身上掉了出来。路飞追着秃鹰来到了一个荒地，为了抢回帽子大打出手，秃鹰盘旋在空中，把路飞带到了附近的一个海军要塞里。海军立刻启动了一个海漏式的巨大笼子，将路飞和秃鹰一起扣在里面。紧接着一群全副武装的海军包围在外面，而路飞的草帽却飘在了外面，落在了海军要塞的中校小胡子的手里。
小胡子挑衅似的看着路飞，突然扣动手中的手枪，将路飞的草帽打出了2个弹孔。路飞愤怒地捶打牢笼，但因为是海楼石，所以没用。突然，海军要塞里一阵飞沙走石，刀光剑影。索隆因为之前走迷了路，误打误撞的来到了海军要塞，正巧碰到被关起来的路飞。索隆二话不说，跳入场中，一阵龙卷风，旁边的海军纷纷倒地。接着几个刀光闪过，路飞的笼子被索隆切得粉碎。索隆和路飞向中校小胡子奔去，一面遭到了海军要塞里的重量级卫兵的攻击。巨人海军第一个巨人海军举起狼牙棒砸向路飞，路飞灵巧的躲开，然后顺着巨人海军的手臂跳了上去，直奔中校小胡子。没想到迎面突然冲过来一个巨大的黑影，一个锤子狠狠地给了路飞迎头一击。而在路飞和索隆的背后，第3个拿着巨剑的巨人海军突然冲出来，一剑戳向地面。路飞和索隆被3个巨人海军包围在其中。小胡子得意的大笑，巨人海军率先发起进攻，互相配合默契。路飞刚跳起来就被迎头来了一锤子，被锤倒在地。索隆一招800烦恼风砍出去，被巨人海军轻松躲开。海军狼牙锤落下，索隆用刀子格挡，巨大的力量狠狠震了索隆一下。索隆和路飞2人一时间占了下风，很难突破3个巨人海军的防御。其中一个巨人海军抡起锤子，准备将2人当场拍成肉酱。这时空中传来了胡子大叔的叫声，胡子大叔担心狗子，在桑尼号上一边咆哮一边抢过弗兰奇手里的舵，驱动桑尼号前往海军要塞去救狗子。桑尼号从天空落下，直接冲进了要塞中的海军群里。草帽团全员出动，胡子大叔跳下桑尼号，奔到了狗子面前，一边哭一边和狗子道歉。山治引开巨人海军的注意力，乌索普远程发射超鸟交星，将强力胶弹射到了巨人海军的脚下，巨人的脚被粘住，重重倒在地上。弗兰奇顺势跳了上去，使用强力右拳缠住了海军的头部，然后用左手的机枪猛射。另一边，乔巴将另一个巨人引开，罗宾使用果实能力困住巨人的脚踝，娜美召唤出雷云，一击必杀。乌索普和布鲁克、娜美在巨人的脚下来回吸引他的注意力，巨人身形巨大，反应迟缓，左右开弓就是打不到人，结果一锤子锤在自己人的脑袋上。随后索隆和山治同时跃起，使用出了各自的大招，将2个巨人瞬间放倒。最后路飞直接奔着中校小胡子而去，小胡子一看路飞来，惊慌失措，将帽子丢了出去。路飞真的发了火，使用3档巨人手枪，一拳将挡在身前的巨人打飞。巨人倒下后，将小胡子中校也卷入其中。刚刚的打斗给海军造成巨大损失，海军要塞直接被摧毁，海水冲破要塞的围墙，草帽团立刻紧急撤离到桑尼号上。路飞3档解除后，因为反作用力，自己被喷向大海。眼看草帽就要抓到手里了，但总是差那么一点儿，帽子越飞越远，狗子瓦兹变身成秃鹰，冲向天空，将路飞拖了起来。在这路飞顺利拿到了草帽，终于回到了安全地带。经过海军要塞这场战斗，胡子大叔突然感觉精力充沛，既不咳嗽也不吐血了，真是神奇。乔巴向胡子大叔道出了真相，原来胡子大叔并没有得什么绝症，他之所以一直咳血，就是因为喉咙里卡了一个叉子，现在叉子掉了出来，胡子大叔应该就没有什么大碍了。胡子大叔听后哈哈大笑，这回心里的负担终于了了。他带着狗子瓦兹回到自己的海贼船上，准备开启新的冒险。临别时，胡子大叔对路飞喊道：下次再见面就不会手下留情了。我是千夫君，咱们下期见。